8月1号，美股突然经历了一场抛售风暴，道琼斯、纳斯达克指数全线下挫，科技股首当其冲，一片惨绿，整个市场的总市值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很多朋友都懵了，发生了什么？牛市要结束了吗？因为总体来讲，美国的经济还是在 slow down，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进入到周期末期的一个表象。川普可能自己没有想到，把统计局的局长裁掉的话，对市场的信心会造成有这么大一个冲击。今天我们就与华尔街的2位基金经理来聊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8月1号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就是美国的就业数据崩了。这个非农业就业数据对股市来说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衡量美国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它是美联储到底是要加息还是降息的一个重要决策依据。比如美联储之前就一直坚称劳动力市场好，所以不需要降息，但8月1号公布的这个数据可以说是差到了极点。不仅仅是7月份的数据不好，非农业就业数据增加了 7.3 万人，大幅低于预期的 10.4 万人。更重要的是，美国劳动统计局还对之前已经公布的5月和6月的数据进行了大幅的下调，把5月的数据，就是新增就业人数，从原来公布的 14.4 万人修改成了 1.9 万人。6月份更离谱，从 14.7 万人修改成了只有 1.4 万人，都是只剩下了一个零头。这就是在说过去3个月以来，美国的就业情况是非常差的，这不就等于是在打特朗普的脸，说是因为他的政策在瞎搞，导致整个经济增长其实是在放缓，让美国人找工作变得更难了。所以特朗普一气之下，他认为就业数据被操控了，宣布要解雇这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It's a scam, in my opinion. 我觉得对市场的影响不在于说他裁了这个人，或说统计局的数字是比大家预期要好，还是更差，还是怎么样，更多是在于从此以后川普如果再放一个人当统计局长的话，那这个人必然是一定要听他说话的。那是否意味着今后美国官方的统计数字市场不能再相信了？如果政府给的数字大家不能相信的话，那我们以什么依据对这样一个经济的走势做一个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让市场有点担心的地方。最 tricky 的是前几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还在暗示说美国劳动力市场强劲，所以不考虑降息，因为他不降息，特朗普还威胁说要炒掉他。但转眼之间却迎来了一个完全相反的就业数据。但他自己心里其实很清楚，把鲍威尔裁掉的话，那对市场的信心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这是没得说的，因为历史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那川普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也不希望直接把股市给搞崩盘，尤其是把债市也给搞崩盘。7月份的某一天，他上午说这个话，市场立刻大跌，然后他几个小时之后立马就换话，他说这个事情我不做了，我只是说着玩，说明他对这个东西自己心里还是有认识的。所以我并不觉得在鲍威尔任期结束之前把鲍威尔裁掉的话机会其实很小，但他心里面确实没有想到把统计局给裁掉的话能够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抛开8月1号的这次恐慌性抛售，最近美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财报季。这次2季度的财报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背后有2大趋势值得重点关注。一个是 DeepSeek 冲击到底后续如何， AI 上的资本支出，也就是 Capex 是出现减缓还是继续飙升。二是它恰好处于特朗普在4月份搞的关税乱局之中，当时很多公司都看不清楚未来的走势，包括科技股也一样，因为很多公司的利润都是来源于数字广告，而广告弹性很大，跟经济直接相关，当时很多公司都下调了对未来的预测。那么针对这一点，我们看到基本上 DeepSeek 冲击带来的影响已经不太存在了。这次美股财报季最大的趋势就是 AI Capex 继续达到了新高潮，大家都还是认为要继续堆算力，继续建数据中心， M7 都指望成为下一个时代的 AI 领袖公司。其中微软、Meta、谷歌、亚马逊这4家投入 AI 最坚决，他们都给出了预测，今年总共将在资本支出上投入接近4000亿美元，这主要就是用来构建 AI 基础设施。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它超过了欧盟去年1整年的国防开支。你看 Meta 和微软，它俩的年度资本支出与销售额的占比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35% 左右，这差不多就是公司每实现100块的收入，就要有35块拿来做资本支出，大部分都要投进 AI 里面。华尔街一般来说其实是非常不看好这种过度投资的，因为它会侵蚀企业的利润。但是 AI 是个例外，因为它逐渐的实实在在的在给企业带来了一些增长。比如说这次财报季最强劲的由 AI 带来的增长就是 Meta 了。Meta 是一个社交网络公司，旗下有非常多的应用。它利用 AI 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用 AI 优化了推荐算法，让用户在 Ins 上的视频观看时长同比增长了 20%， 这就给广告客户带来了更高的 ROI， 而因为客户的投资回报率有所提升，也愿意给更高的价格。在2季度 Meta 的广告平均单价增长了 9%，
另一家由 AI 带来的强劲财报的就是微软了，因为这次财报非常强劲，微软成为了继英伟达之后第二家市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公司。微软为什么这么牛呢？它的云计算业务正把微软推向新的高度，云业务 Azure 年收入突破了750亿美元，比上一个财年增长了34%，大大超过了市场预期。这还是第一次微软单独披露云计算业务的收入，体现了它的自信。这背后呢，就是对 AI 服务的巨大需求推动了这一增长。我们知道，微软的云就是 AI 基础设施，为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提供底层支持。最知名的就是给 GPT-4 提供超算资源来完成模型的训练，还有 Meta 等等都是它的客户。微软和谷歌之前一直在打架，围绕搜索这一块，但没成想现在云计算利润给亚马逊打得不轻。7月31号美股盘后，亚马逊交出了一份不太如人意的财报，结果一下子暴跌了9%。AWS 稍微让人有点失望，预期是 AWS 有18% year over year 的增长，那出来的数是17.5%。你说这0.5有多大差别？其实可能也没有，但是反正就是因为不及预期。我觉得就是之前因为 Microsoft、Google、Meta 的财报太好了，都是大大的远超预期。这一例以外，这个差别也是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它业务本质的问题。但是你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 AI 时代，它缺少大客户。Microsoft 也好Azure 也好，还是 GCP 也好，其实这个大的增长还是由于大客户，尤其是 AI heavy 的这些大客户带来的。Amazon 这边呢，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吧，比如说它可能部署这个算力就相对来说晚一点、慢一点。他在赢得大客户上就是不及那2位的公司，其实是在回避谈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的眼睛是雪亮的。同时，亚马逊 CEO Jesse 在财报会议上还罕见承认了 AI 算力存在供应瓶颈。他说，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电力。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前面那4个玩家 Microsoft、亚马逊、Google 和 Facebook， 就2026年的全年的这个 CapEx。都会超过100个标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速。那我相信从花钱这个意愿来说的话，他们可能做到150个标元，甚至200个标元都是一个难事。更多可能在于，就是说现在有钱有花钱的意愿，但是这个钱花不出去，因为很多东西，尤其是在就基建这一方，比如说要造 AI data center 的电压器，你包括要做很多 gas turbine， 就发电设备，就现在排队排得很长，大概需要2到3年这样一个东西。你即使再有钱，但你买不到货，那这个事情也做不了。所以目前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实条件。按照现在这个增速，如果 AWS 再不奋起直追，那到明年年底，它全球第1云计算的宝座可能就要让位给微软了。我们看 Coatue 的这个报告，亚马逊在2025年拥有的英伟达芯片份额是20%，但这个数字远远低于它在云计算领域的市场份额是44%。这暗示了英伟达没有给亚马逊足够的 GPU 分配。虽然说亚马逊也在坚定做自己的芯片，但短期内可能很难弥补需求。美股的 AI 叙事如火如荼，也正在推动美国新一波的 AI 大基建。据摩根斯丹利测算，2025年到2028年，这些公司在芯片、服务器和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方面的支出将达到2.9万亿美元。这些投资将在今年和明年为美国 GDP 增长贡献高达0.5个百分点。所以总结来说，这次的美股财报季就2个关键词，一个是 AI， 一个是分化。整个美股也是冰火2重天。那些扮演 AI 颠覆者的公司都涨得很好，像 Meta 在一夜之间长出了一个拼多多，流动性非常恐怖。但一旦某家公司的 AI 故事讲不通了，或者增长不及预期，这个信念就会崩塌。那些夸张的 AI CapEx 反而会成为侵蚀利润的负担，那将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有那些与 AI 无关的公司，很多也都在默默挣扎。美国经济它是分化很严重啊，那你看大盘股其实确实该减速了，就已经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周期，但小盘股、中盘股就还在底下趴着啊，就一直都没起来。确实，美国这一轮的这个增长周期有这么一个特点。如果把 financial market 当成一个 proxy 的话，可能更能代表这个说我们现在是在周期末期。那么接下来，华尔街主要在观察什么指标来判断未来呢？第一个肯定是估值水平。现在虽然说很多大票一直在涨，比如说英伟达，但它的利润也是在不停的兑现，所以又在逐渐拉低它的估值。我们说的这几个头部公司，你说他们的估值很夸张吗？其实也没有啊。
除了 Tesla 的估值夸张一点，对吧？你想那个 Amazon 24倍、25倍的 forward EPS， 微软稍微贵一点，30多倍，对吧？然后 Meta 也没有那么贵，也是20多。我觉得都是 given 他们的增长的潜力，这个估值不算贵啊。真正估值贵的是我们的那些 high beta 的梦想股啊，这个以 ARK 为代表的那一系列 non-profit tech， 我觉得这边是贵的。Palantir 也好呀，你像 Cloudflare 这些是贵的，但真正的头部的这些大票，我很难说他们太贵了。就拿 QQQ 举例子 ，QQQ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代表美国经济，因为美国经济就是一个科技经济了。现在你说27倍估值高不高？高是高，就是现在的这个宏观环境，比起2020年、2021年上半年那个峰值还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真是大水漫灌啊！那个时候的流动性要比现在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所以那时候估值能往上冲。不过这一轮美股从4月反弹暴涨至今，机构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最疯狂的还是散户情绪。从散户的角度，散户的情绪现在已经超过了历史，现在是基本上是落后于2021年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就过去可能1个多月，很多公司就跟科技甚至跟 AI 没有相关的公司又被炒起来，就我们感觉跟2020年极其类似。我上周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跟我讲，他说他母亲是完全不懂任何华尔街金融或科技，他母亲也不知道 Figma 是什么东西。他的母亲告诉他，他说你在华尔街工作，我听说有公司叫 Figma， 说买了只要能够抽中打新就一定可以挣钱，我可不可以也试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散户的情绪有多么高涨。最近一段时间 financial conditions 我认为是过于松了啊，真的是过于松，所以就能出现这种状况。后面要紧一紧，紧一紧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么疯狂了啊。另一个让基金经理们非常在意的指标其实是关税的后续影响。虽然说现在市场已经不怎么会被关税所扰动了，但关税毕竟它是一种税，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商品涨价，那会不会影响美国的消费？现在的风险在于税份做了那一波，对于很多企业的整个今年的 planning 已经发生了影响。就包括很多 retailer， 他们也就最近就过去1周刚开始提价，也就沃尔玛刚刚过去这可能10天把一批货开始提价 ，Target 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消费者真的要感受到川普在税份乱搞的影响，基本上现在刚刚开始看到，消费者看到价格要真的要起来，是否会对消费者实际的购买能力或实际的购买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目前没有人能知道，沃尔玛自己也不知道。如果到时候消费者一下子说，突然价格降，我现在就不花钱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对市场影响会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因为目前这个风险的话，我并不觉得市场是 pricing。当然，最后我想说，无论接下来科技股怎么走，毕竟我们还是处在 AI 的第3年，在过去1年里，市场已经因为各种原因对 AI 有过多次的惊吓时刻，比如去年7月对 AI 的 ROI 到底如何产生了质疑，今年1月 DeepSeek 冲击，今年2月对微软巨额 Capex 的担忧，都造成了纳斯达克的暂时下跌。但最终这就是一件需要耐心的事情， AI 带来的盈利效应有可能要到2028年才会出现，这是一条需要先苦后甜的利润曲线。另一方面， M7 的市场统治里也在出现分化。从过去5年来看的话， M7 几乎碾压了纳指、英伟达一骑绝尘。但如果只看今年， Meta、微软和英伟达属于正手一组，但亚马逊、谷歌、特斯拉和苹果则要归到负手一组了。造成分化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 AI 变现能力的差异，谁能通过 AI 真正赚到钱？所以过去买 M7 就能躺平的逻辑现在已经失效了，需要重新聚焦于 AI 业务真正贡献营收和利润的公司，比如说 Meta、微软、英伟达。对 AI 落地慢的公司，比如说苹果，就可能有掉队的风险，而纳指的新平衡也有可能因此而形成。由 M7 全体上涨转向 AI 真正受益的公司领涨，市场分化加剧。好了，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全部内容。你觉得美股还会继续涨下去吗？在科技7巨头里面，你最看好哪一家？又担心哪一家最有可能掉队？把你的想法留在下方的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我是硅谷101的特约研究员刘一鸣，记得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最前沿的硅谷科技资讯。我们下期再见。